这是一把闪着七彩光芒的彩虹大刀，下一秒他便重重斩下老妖精的狗头。只因对方胆大包天，竟敢夜袭皇帝寝宫，天子一怒，伏尸100万，哪怕是妖怪，在皇帝的龙器面前也得乖乖低头。这是一个神话现世的年代，各路神仙层出不穷。西天达摩大师按照佛祖指引，前往东土传播佛法。期间遇到了很多奇怪的事，少室山下野兽横行，还有活死人死后不入轮回。达摩大师悲天悯人，特意做法事，七49天超度。可不料那北魏国师刘知三藏心思狠毒，率领飞羽军扰乱佛门境地，是要将那达摩挫骨扬灰。而与此同时，皇宫里一阵阴风掠过，皇帝突然头痛不已，似有妖魔作祟。三藏让手下缠住少林僧人，自己大大咧咧推开禅房大门，里面只有3个女眷，简直犹如羊入虎口。但三藏这老家伙竟然动了凡心，对高小禅犹犹豫豫，还妄想挽回自己的光辉形象。可女人傻了这么久，智商已经回来了。三藏残害那么多人，现在他再也不相信。不过要是能放弃权势，一心向佛，女孩也可以原谅。但这比杀了三藏还让他难受。你们这群没有欲望的凡人，哪里知道身为国师的快乐？就当三藏准备大开杀戒的时候，高小禅挺身而出，用自己的牺牲震慑了对方，然后叛变的侍女狠狠给三藏来了一刀，结束了自己短暂的一生。三藏本来还打算再猖狂一会儿，可皇帝撑不住了，派人把他连连请走。达摩也在此时姗姗来迟，该发生的全都发生了，大师也只能诵经超度。不仅是小禅，这段时间和达摩交好的阿蛮母女也惨遭三藏迫害。来时热热闹闹，现在全没了。小屁孩小宝也要跟着活死人女孩离开，两人气数相连，暂时和达摩见不着了。冷冷清清，达摩也要开始新的修行，但和三藏的恩怨却远远没有结束。达摩外出寻找闭关的地方，一处洞窟吸引了他的注意。没办法，有神龙在上面翻腾，想看不见都难。此地名为火龙洞，乃是老火龙生活的地方，算是仙家府邸。现如今达摩这尊大佛想闭关，自然要乖乖让出来，反正他正好要去找事儿干，只要达摩帮助超度一下就行。夜黑风高，皇帝正在睡大觉，老火龙猛地窜出来吓人，然后就被埋伏已久的三藏五花大绑了。敢在他的地盘闹事，真是老寿星吃砒霜嫌命长。老火龙还在那里声嘶力竭地控诉三藏暴虐，但身为阶下囚，怎么会有人听？很快他就被五花大绑游街示众。达摩师徒也瞧见了，可出乎意料的是，老家伙并不害怕，似乎胸有成竹。其实这家伙是打算借助天子剑斩去旧神，冰解飞仙。可不仅达摩看透了这个意图，心思缜密的三藏也算出来了。他派徒弟特意送来七彩大刀，此刀经过法师开光，威力无匹，无物不斩。只见刽子手使劲一劈，硕大的龙头便冲天而起，眼看是活不成了。远处的龙女哭哭啼啼，老爹死了，他可怎么活啊？达摩却微微一笑，他早就算出来了，特意给老火龙做了法事超度。随后达摩回到少林寺附近，着手准备闭关修行。可皇宫里龙女却不肯善罢甘休，皇帝既然敢斩老火龙，那么现在他就来拘魂。一阵阴风掠过，皇帝就乖乖跟着龙女出宫，再也醒不过来了。小太监发觉事情不对劲，连忙去请三藏法师。这老家伙一眼就看出原委，只不过他心怀鬼胎，暗地里又生起坏主意。且不提三藏谋划什么，龙女将皇帝拘魂，这可是犯了大忌。天子之名本来就代表着莫大的气运，神仙也不能随意加害，更何况他一个未曾得到的龙女。老火龙显露身形，将事情的原委告知。本来他打算借助天子剑冰解飞仙，结果被阴险的三藏破坏。可由于达摩这尊大佛的超度，只需要9年，他就能重新凝聚神躯，得到飞升。眼下龙女可惨了，即使已经送回了皇帝魂魄，但已经犯了天条，不知道会受到什么惩罚。忽然观音菩萨出现，开始对龙女宣判，看在达摩的面子上，就惩罚女孩下凡9年，受尽人世间的酸甜苦辣，然后便可位列仙班。老火龙大喜，连忙叩谢观音菩萨。皇宫里皇帝终于回魂，这一番经历可把他吓坏了，没有病也得吓出毛病。三藏怎么能放过这前所未有的好机会？皇帝越虚弱，他的权势就越大。恰巧老皇帝喜欢求神拜佛，见庙不进就难受。三藏法力强大，稍微施展一点神通，就让神像发光，把皇帝给吓得半死。本来龙气护佑他还做不到，可谁让火龙妇女那么鲁莽，眼下却是替
别人做了嫁衣，龙女现在可惨喽！观音菩萨的惩罚之下，她全身法力都被封印，成为一个真正的弱女子，再加上长得美丽，不知道有多少恶徒觊觎。出门走2步的功夫就被盯上了，一代龙女眼瞅着就要小命不保。达摩身边的一颗龙珠闪闪发光，观音菩萨召唤出一位绝世猛男，3两下的功夫就将恶徒打跑。达摩隐隐有所感应，他那在西天当大和尚的师傅显灵，教导徒弟不要只盯着小善。大乘佛法之所以称为大乘，那就是因为不仅有菩萨心肠，还得有霹雳手段。龙女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，所以他达摩身为一代高僧，很有必要创造出一门绝世神功，为弘扬佛法保驾护航。感应到达摩进入正轨，发光的珠子来到龙女身边，这是菩萨的化身，督促龙女前去辅佐达摩。出道以来，大师身边就没缺过女人，只不过前几天都死没了。龙女一看八字就硬，非常适合辅佐达摩。而达摩现在正处于悟道的关键时期，通过观摩老鹰和毒蛇的争斗，大师逐渐领悟出一门鹰蛇大神通。此法灵活多变，威力无穷，以无上佛法催动，是屠神灭魔的大杀器。龙女也在此时找上门。菩萨给予的第一个任务就很麻烦，他一个人是万万不可能完成。当今北魏朝廷最大的祸乱之源就是三藏。皇帝病倒之后，这个老家伙越发猖狂。太子是个明智的家伙，虽然年纪尚小，却也对三藏深恶痛绝。他跟朝廷里的忠义之士密谋，打算推翻三藏的统治。可老家伙心思歹毒，趁着皇帝神志不清，散播太子造反的谣言。要知道他可是会法术的，轻轻松松就捏了个假太子去刺杀皇帝。这还不完蛋，御林军都听从三藏命令，太子一帮人只能等死。要不是一个小太监通风报信，现在早就完了。短暂的喘息时间，太傅让太子换上小太监衣服，然后让自己儿子护送对方出宫。北魏的希望全靠他们了。随后便一头撞死。此时龙女跟小四正在接应的路上，巧之又巧遇见了太子，双方稍一交谈就建立了信任。只可惜里面的小太监着实可怜，假扮太子直接投河，小小年纪承受了不该承受的重量。追杀者发现之后恨得牙痒痒，立马下令封锁城门。幸好太子已经跟达摩会合，只要人逃出来就有无限的希望。达摩准备闭死关，所以把辅佐太子的任务交给了龙女和徒弟，希望一切顺利。但很显然不可能，三藏这个老家伙大发雷霆，把手下的各路人马派出去找人。皇帝昏迷不醒，重病缠身，只要将太子除掉，扶持1岁大的小皇子即位，他三藏就是北魏的无冕之王。狼子野心昭然若市，太子4人已经逃到边境，相互之间以兄弟姐妹相称。只要到了太子母亲的国家，就能拉起一支兵马，光复北魏正统。眼看目的越来越近，4人也就放松警惕，在客栈安了家。虽然这只是一个正经的客栈，但无论是小二还是厨师都眼光不俗，一眼就看出4人的非凡。朝廷早就发下文书，四处寻找太子，客栈的伙计也不由得犯嘀咕。但掌柜才懒得管这些事情，只要客人给钱，管对方是谁，麻烦就少掺和，懂得明哲保身才是王道。伙计一听也是，虽然暗地里依旧讨论，但也只是讨论罢了。不过倒霉的是，一个白吃白喝的官兵闯了进来，这是三藏的爪牙，信口开河，报出1000两黄金的悬赏，让掌柜留意来客。而掌柜敷衍之后，立马就去后院通风报信。其实他早就认出太子了，掌柜以前也在皇宫里当差，人称犬神，训练出来的狗子神勇无比，因为得罪了三藏才沦落至此。太子闻言也是认出对方，几人正在合计怎么应对，前面的小二跟厨子却说漏了嘴。官兵突然醒酒，偷听到2人的谈话，知道了太子的踪迹，趁对方不备，就准备抱起杀人。事情败露，就回去通风报信。这一下可大事不好，很快大军便将客栈重重包围。要知道，这可是太子，皇帝绝对不会如此对待，一切都是三藏的阴谋。但这老家伙现在也很烦恼，皇帝本来重病卧床，经过他的施法一直昏迷，可不知道为什么却突然苏醒。这却是那位侠客，就是拯救了龙女，跟达摩有千丝万缕关系，疑似分身的侠客。他看到皇宫妖气森森，动用神剑降魔，一招就把魔气给清除干净。皇帝瞬间苏醒，醒来就要见太子，这可把大太监吓坏了。这上哪儿去找？简单哄骗之后，连忙去找三藏救命。老家伙老神在在，很是淡定。醒来又如何？看他继续施法昏迷。但现在对方有天命护身，三藏30神暴跳也无可奈何，让徒弟守住老巢，直接杀了过去。皇帝正在那里训斥太监，忽然墙壁浮现光晕，几个光球钻出来四处乱窜，可把皇帝给吓坏了。外边三藏使出邪恶
恶神通，青年侠客从天而降，和对方互相拼了一招。三藏为对方的功力隐隐吃惊，冷哼一声，直接跑路，回去就吐血。哪里来的高人，竟然如此厉害？虽然皇帝的护体神光被他破除，但隐患还是不少。另一边，大军围困客栈，那将军很是不高兴，你留着三藏算是什么东西？竟然私自调动他的军队。青年侠客也在此现身，一场明争暗斗在所难免。那么最后太子能成功归位吗？下期视频为您揭晓。